迎收看《寶傑點評》。為期38天的伊朗戰爭荷姆茲海峽的危機，到今天結束了嗎？昨天本來川普還說我要把一個文明給毀掉，我要對你極限施壓，沒有想到不到的這個等於施壓點的前2個小時，整個事情峰回路轉。現在兩邊要談了，兩邊要談2個禮拜。現在大家問的是，這2個禮拜還會不會橫生枝節？這2個禮拜還可不可能再起戰火？如果不能再起戰火的話，那現在整個中東的地區是不是可以被美國牢牢掌握在手上？如果真的中東地區被美國牢牢掌握在手上的話，那接下來川習會對中國又會產生多大的壓力呢？好，我們今天請到5位來賓，對方首位的財經專家黃世聰，你好，大家好。好，在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戰略專家林廷輝，大家好。好，第4位是永誠國際的投顧總監陳維良，大家好。好，第5位是萬寶週刊的總編輯莊正賢，大家好。沒有想到一個晚上，整個情勢峰回路轉。對，剛剛講的，現在居然在川普極限之下，他本來威脅說我要把一個文明給毀掉，甚至說我要把你的油廠、電廠，把你所有的道路全部摧毀的時候，伊朗說我們可以談了。接下來2個禮拜的協商時間，大家就會說，那2個禮拜會橫生枝節嗎？2個禮拜又會輕啟戰端嗎？大致上應該是不會了。為什麼不會？為什麼不會？因為雙方已經找到了共同點。我們談總是要有一個共同點嘛。對，雙方的共同點就是錢，Show me the money。大家可以談啊。你說川普過去以前的行為就是只要談到錢，對，就代表找到共識了，是，就找到交集了。對，談到錢，對，就有眉目了。我們昨天不是講嗎？你看。伊朗方面來說的話，他不是要收錢嗎？他說我這個荷姆茲海峽我要收錢，每燒的話1桶1塊錢啊，每燒200萬啊。那時候呢，川普說什麼？我應該由我美國來收啊，我也要收啊。所以顯見雙方有共識嘛，可以收錢，你可以收，我也要收。川普今天只要談到錢，就代表這個事情有眉目了，有的下台階了，有的共識了。是，而且昨天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今天伊朗說，我願意談，對，是因為我開始打你的哈爾克島，是，而且是我開始打你的電廠，我開始要打你的油田，是，這個就根本講。這個是革命衛隊的命脈，對革命衛隊來講，是他們不是宗教家，對，他們根本也是千里為官只為財，對，這個是打他們的錢的命脈，是，所以現在川普也知道說，原來你在乎什麼？你在乎哈爾克島，對嘛？原來你在乎什麼？你在乎電廠，原來你在乎什麼？在乎你的油田，是，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掐你的脖子，然後進行和談。你說接下來和談有個關鍵就是，川普會透過這個和談去掌握整個中東嗎？對，他會掌握荷姆茲嗎？是，而且更誇張的是。我已經 promise 的，我會給你伊朗很多錢，對，很多的錢，這很多的錢要怎麼分呢？沒錯，因為這個川普已經看出來，其實伊朗革命衛隊他們就不像是過去的霍梅尼或者哈米尼這樣，他們是神學士。可是你革命衛隊不是，革命衛隊是這個中東這個伊朗最大的單位，最大的民營單位，最大的錢，什麼錢都讓他們在賺，所以他們最在意錢嘛。所以你看，川普最近的打擊，他不是打這個基礎建設，他去打你的化工廠，打你的石化廠，打你的鋼鐵廠，這些都是革命衛隊的錢啊！打到這樣，他就覺得非常的痛啊！因為我們曾經講過說，革命衛隊擁有的資產佔整個伊朗 GDP 的40%，對，而且它的出口大概也佔它的整個40%，對，也就是伊朗裡面很多工業的命脈，對，都是由革命衛隊所掌握，對，所以川普這幾天炸的什麼？都是去炸革命衛隊的資產。對，好，炸之後，炸到後來的話，革命衛队都打不下去了嘛。所以你看，革命衛隊透過什麼？他說穆吉塔巴，前一天我們才看到說穆吉塔巴搞不好人都走了，為什麼現在要突進穆吉塔巴？所以顯見他就是一個傀儡嘛，背鍋俠。傀儡，對。那真正發出來這個所謂停戰是什麼？他們國家的安全委員會發出來，這就是最高的單位。所以你顯見現在掌控單位的是誰？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後面是軍方的這個力量嘛。好，那現在談判是不是真的有了嘛？現在談判代表都來了嘛？伊朗要派出他們的國會的議長嘛？那美國就是副總統范斯，所以看起來真的要談了。所以你看，他這個川普就說什麼，與伊朗達成停火協議，美國取得徹底的勝利，100%完全沒有問題，毫無疑問。好，那他之後在4個小時間發了一個文章，他說這是世界和平的大日子，也會是中東的黃金時代。好，伊朗也希望這件事發生。然後他說什麼？美國這重點來了，美國將協助疏導荷姆茲海峽，開始賺大錢 ，Big money will be made。然後伊朗開始進行重建。那重建可以怎樣？你也可以賺錢啊。那作為美國總統，還有作為中東各國的代表，我感到非常的榮幸。所以呢，
它也代表了中東啊。所以看起來的話，真的，你看這裡面的最重要的錢，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 Big money will be made。荷姆兹海峽疏通之後，你收我也收，大家一起來收。然後另外，這個伊朗石油可以賣出去啊，然後你可以重建啊，你可以開始重建啊，对，你可以用這個錢重建啊。因為伊朗談判的條件有一個，就是你要取消對我的所有制裁。是，如果你要取消對伊朗所有的制裁，最關鍵是你要讓我的石油可以賣出去。對，如果我的伊朗，第一個我的石油可以賣出去，第二個我的伊朗又可以在荷姆茲海峽去抽稅，對，抽保護費，對，那伊朗不就賺瘋了嗎？對啊，所以這件事，我跟你講，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呢？他要給伊朗一個範本。你有沒有看過委內瑞拉？委內瑞拉搞到什麼程度？委內瑞拉現在股市的這幾個月漲幅全世界第一啊！对啊，股市漲幅第一啊，所以他就跟你講，你可以重建啊，你可以賺大錢啊。所以我相信啊，這個革命衛隊看到這一點來說，他也認為說，好了，我們其實不應該再打下去的一個狀況，所以雙方就願意坐下來談了嘛。可是他們現在不是有血海深仇嗎？你不是把人家的所謂的頭目啦，那把人家的這所謂的領導者、精神領袖，甚至所謂的接班梯隊，一個個都炸光了，而且你把我的什麼海軍司令也炸光了，你把我的這個所謂的橋也炸光了，然後這些都呼沒有關係，重來，沒錯。然後現在。伊朗跟美國可以手牽手嗎？寶姐，炸父親死掉的是穆吉塔巴嘛，不是革命衛隊啊。革命衛隊是現在掌實權的，他們有這種血海深仇啊。他們重點是什麼？他們重點是為了錢，為了未來的發展。如果假設你看這些都可以移除掉，未來的伊朗石油可以往外賣，然後我們可以抽這個稅。你要知道嗎？根據現在目前我的算法來說話，現在短時間不是停火嗎？對，停火協議裡面有一條，寶姐你知道嗎？現在短時間之內，伊朗跟阿曼可以收費，那伊朗跟阿曼可以收費，你看他們就說現在短時間會這樣做，然後這筆錢是伊朗跟阿曼平分嘛，對，我們就假設來這樣講哦，海峽每一年可以收到900億美金的通行費，伊朗可以分到一半，就450億美金呢，所以這當然是可以用在戰後的這個重建啊。對，那你知道川普也不是說就直接這個完全不管，他說我們現在美軍會在最近還有 hang around， 我們還這邊晃來晃去，所以可見他還是繼續給予軍事上面的施壓，要求你真的要踏上這個談判桌的這個。因為剛剛講到，在伊朗的和平方案裡面的第2點要講到，我伊朗是持續掌控荷姆茲海峽，對，我要掌控荷姆茲海峽的意思什麼？我就是要抽稅、收錢，我就是要收錢。對，而且他收錢講得很保守，說我這個錢上來幹嘛？我就要做災害重建之用的。是，川普也講 ，Big money will be made。對，我的錢也會進來。是，代表雙方就這個部分已經談妥了。雙方的共識目前就是要錢，大家都可以賺，沒有問題。只是說現在比較難談成的問題是在核鈾濃縮這個部分。那鈾濃縮這個部分來說的話，伊朗玩了一個巧手，我們可以稍微觀察哦。他在給這個國際的這個狀況裡面來說，國際的英文版裡面來說的話，是說伊朗是可以這個接受美國的條件哦，但是。他在這個給國內的波斯版裡面來說是這樣，接受伊朗可以為其核計劃進行鈾濃縮，這是有這一條，但是國外是沒有這一件的，所以顯然他們也在玩兩手策略。玩兩手策略當然就是給國外看，說我們的確要這樣做，但是你要給我大內宣啊，所以才說目前為止看起來的話，雙方真的慢慢有可達成這個協議的這個可能性。好，那我們再來看為什麼川普目前為止要這樣做？你看，他前一陣子就炸了嘛，哈爾克島炸了之後，你看。昨天就是不是我們昨天看到這個消息，要睡覺之前不是說炸了哈爾克島非常多設施嗎？對，因為哈爾克島就是誰？革命衛隊的核心的賺錢的這個部位啊，他炸了什麼？他的機場一大堆東西都被他炸掉了。也就是如果你從這個圖上看，導播看這個圖上面，你的港口、你的這個油管、你的所有的基礎設施、郵輪碼頭，全部都已經布局出來。他昨天打得非常精準，是。我沒有打到你的油田，我也沒有打你的設施，是，但我把你的港口、把你的碼頭、我把你的所有的剛剛講的你的衛星，對，全部都端掉。對，而且你看上一次我們不是講了，美國軍官不是掉到這個山洞裡面，美國進去援救，你大家可以看出來，美國目前為止如入無人之境，你有辦法跟他打嗎？對，所以看到目前為止，革命隊大家也知道，我已經被你摧毀了差不多，我沒有空軍，沒有海軍，陸軍的這個實力，你看雙方駁火，所以他們不是已經有這個伊朗的人員，這個地面上部隊跟美軍駁火。伊朗死了一堆人，美國都沒有死也就是我在地面部隊上面其實也有較量。對啊，那你就知道說完全不能夠打了，不是個同一個量級嘛，所以到目前為止來說，當然就只能夠這個乖乖的認輸嘛。而且我覺得我們再看下一張，對川普來講的話，他有所謂的壓力，什麼壓力呢？因為我們知道5月中他要去中國訪問，你看哦，我現在你看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從今天開始的2個禮拜，大概就是4月底。4月底距離5月中還有2個禮拜，所以他可以在如果真的假設談不成，我還有1-2個禮拜可以收縮的時間。那確保什麼？確保我去見習近平的時候，我一定把這個完全解決嘛。所以你說重點在於說，剛剛講到
他之前沒有見習近平，是因為伊朗的風暴還在持續進行。現在我要在這個時候開始收尾，就是我要把阿收比的時間給控制出來，就是要在習近平之前，我完全掌控伊朗。對，為什麼完全掌控伊朗跟他去見習近平這麼重要呢？當然很重要。你看，我近半年來，我端掉你的委內瑞拉，我端掉伊朗。假設我真的伊朗跟我和談，古巴目前也搖搖欲墜，你的現在盟友剩下誰？剩下北韓。所以呢，今天有個非常有意思哦，今天突然之間，王毅到北韓去訪問。所以呢，這個為什麼？這顯然，中國也知道你在玩什麼把戲。因為川普這兩天講，我跟金小胖是好朋友，交情不錯啊。那金正恩在我的面前還去罵拜登是個笨蛋，是個老頭子。對啊，那等於說我跟金正恩，他在強調我跟金正恩是有交情的。对。我端掉了委內瑞拉，我現在端掉了伊朗，他現在已經講我接下來我就要搞古巴，古巴搞不好，我現在口袋名單是北韓。對，所以呢，這個對中國壓力多大？然後我又控制了荷姆茲海峽，那荷姆茲海峽，你中國石油都被我控制住，所以才說，其實他在玩一個更大的一盤局，就是我要把這個中國的盟友都端掉，然後我要控制伊朗，控制中東之後，你中國還能拿什麼來跟我以前中國有個叫做馬六甲夢魘、馬六甲困境，是你現在不但是有馬六甲困境，你現在又加了一個荷姆茲。對，我把它推到荷姆茲海峽去，那你就知道說，對中國來說更是動彈不得。所以說，其實川普呢一定確保他希望能夠在川習會之前把伊朗的問題趕快搞定。好，廷輝，我們不是學國際政治，我們對這種國際的這個文宣文告我們不了解。你說看了川普的文告，你嚇了一跳。川普的文告裡面剛剛講的說，我也代表整個中東國家對這樣的一個結果表示歡迎。他憑什麼代表中東國家？他如果這樣講，就代表中東國家都已經跟他談了。那如果中東國家都已經跟他談了，難道中東國家這些所有東西都已經掌握在他手上了嗎？你覺得中東國家跟他談了嗎？沒有談嗎？其實川普就是耍流氓。耍流氓。對，你看到他的文告的最後一句是什麼？我代表美國總統。這他當然可以代表，但是民選出來的。他說他也代表中東各國。对，中東各國，那來跟伊朗談這些事情。請問一下，中東這麼多國家。有坐下來開一個會，說我們授權川普總統去跟伊朗談嗎？沒有，從來沒有這件事情。所以這顯然一件事情很重要，川普知道我直接叫中東國家吞下去，我反正跟伊朗談了什麼事情，你就給我吞下去。中東要吞，所以中東一定會吞嗎？一定會吞，一定會吞。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跟伊朗之間的關係這個有同仇敵愾的這種概念，所以你看到接下來川普要做一件事情。做大生意，我們看到聞到那個錢的味道的時候， 對 big money， 他連 big money 都講出來的時候，這時候你就知道戰爭真的是大概告一段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所以你跟世忠有同樣的感覺，當川普每次談到錢，當錢有眉目，就代表事情就有眉目了。是你想想看一件事，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川普要求美國，要求英國、德國、法國做什麼事情？自己派船來護那個荷姆茲海峽，中國你也派啊，日本你也派啊，結果這些國家說我沒錢啊，我也不派，對不對？而且那不是我的戰爭。那川普就說，開玩笑，美國的船只有1%在那裡而已，其他的99%、99%裡面又分為日本95%，韓國30幾%，中國90幾%，然後你英國、德國每個都是一個大量的這個遊輪在那邊跑來跑去的，結果呢，大家免費的用這個荷姆茲海峽。今天他就跟伊朗兩個就耍流氓，兩個就什麼收錢，開始跟全世界收錢了。他是耍這一招來講，兩個那個唱雙簧，你知道嗎？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早就算好了，因為伊朗這裡就講了，我一艘船收你200萬美金。我在想着為什麼一艘船要收200萬美金？搞了半天是最大的油輪一艘船可以有200萬桶的原油，200萬桶的原油，一桶油是1塊錢，剛好200萬桶就是200萬。他們早就把這個東西給算好了，你知道，而且從來沒有改過。你知道，按照海洋法公約這個地方叫做過境通行權。什麼叫過境通行權？免費的。結果以往都是免費的，現在來講話，川普跟伊朗要收錢了。當伊朗聽到說，我也可以收錢了，分一杯羹嘛，大概分多少來談嘛，對不對？4、5分，4、6分還是5、5分嘛？怎麼分都好，對，怎麼分都可以，大家都有錢嘛。所以那有人算哦。如果今天你真的可以收這個錢，剛剛講世忠算了，它是900億到1000億之億，900億到1000億是比他賣石油還要賺得更多。對啊，然後再來一件事情，誰最吃虧？中國嘛，因為中國的油輪最多嘛，它不是只有跟伊朗買啊，它還跟巴林啊，還有這個阿布達比這個阿聯酋啊，或者是什麼都要經過這裡，都有經過，所以其實吃虧的就是中國，還有韓國。對，還有再來一件事情，川普在講 big money 的時候，他還講說，整個伊朗未來重建的話，我美國可以 supply 所有的東西。什麼叫 supply 所有東西？供應商啊。
美商全部都進去了。那不跟委內瑞拉一樣？那代表說什麼？以前中國的一帶一路那些廠商在那邊了，完蛋了。因為什麼呢？因為那個生意是給美國做的，不是給中國來做的。所以有人說去炸那個橋也好，幹嘛跟一帶一路是有關係。但是我倒是認為說，它的重建啊，才是跟美商是有關係的。對，那它重建跟美商有關係，你再看到他要炸那個電廠，有人說那個電廠啊，持股啊，說不定啊，革命衛隊沒有那麼多。對，但問題是你電廠一炸下去的話，你沒有電的話，你的金融體系也怎麼辦？對，你的這個 ATM 怎麼用？對不對？這個電廠啊，不是只有提供伊朗內部的電而已，它還提供土耳其提供阿美尼亞這些地方來講的話，他們馬上全部都跑出來啦。所以等打到痛點的時候，會痛的時候，他們才會願意談。你一直在打那些東西不痛的時候，他不會談。所以我一邊打你，讓你很痛，一邊我用巨大的利益來勾引你，棒子跟胡蘿蔔一起下。這是傳統美國外交典型的政策。那胡蘿蔔跟巨棒外交這兩個同時在進行的時候，這時候呢，你當然會跑到這個胡蘿蔔這邊，跟好好的跟川普談一談。好，所以吳總，昨天你就要講了。昨天這樣講，你今天如果可以讓他在荷姆茲海峽收費，如果我今天可以讓你開一個新航道，如果我今天可以讓你在中間有 broker 可以在中間穿梭，那代表美國一定知道，美國知道不動就代表美國默許，美國默許就代表美國跟這個所謂的伊朗之間一定有一條線在溝通。結果今天這條線就浮出來了，在最後關鍵時刻，跟他講的，我就盯着你說我要把你文明毀掉之前，伊朗已經妥協了。我曾經講過一句話，在國際政治裡面沒有偶然的事情，對不對？然後昨天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新聞，有一個家伙，紐約的家伙跑去拍照，對不對？然後這個奇怪的故事，調查員3號還掉到海裡面去，還全身還淋着濕濕的爬上來。對，那故事我覺得荒謬，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啊？那怎麼會有一個人跑去幹這個事？對，這個當然是整個故事的鋪墊嘛。那故意有人漏一個新聞出來，後面有新的東西，都今天出來了。對，所以昨天的新聞我就已經開始的概念就是，第一個它是跟阿曼平分嘛，對不對？那這個錢怎麼處理啊？那個金融的處理的過程，也就是你今天要跟所有人收費，收通行費，是伊朗跟他對面的阿曼同時分錢的，當然是嘛。所以這個裡面啊，一定是有中情局或是美國當局外交系統在運作了。那外交系統運作，最近你看到一個，我們來算一個最簡單的一個這個棋局的，如果不投降，如果不合作，那伊朗怎麼辦？你先算嘛。俄羅斯有沒有挺他？沒有。中國有沒有挺他？沒有。他不是講說什麼王毅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然後叫伊朗說你就投降吧。王毅跟海灣國家的投資量更大，關係更好。那後面好，你就知道，所以伊朗是被孤立的一個國家，對不對？然後更可怕在哪裡，你知道吧？整個海灣國家，今天我昨天不講了一句話嗎？你記不記得？我說伊朗，我說美軍的軍事的費用的作戰的預算是由海灣國家提供。對，我昨天在這節目裡面已經講了，沒錯，對不對？他今天代表人家了。他根本就是他有金主，我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以總統身份，同時也代表中東各國，榮幸看到這個長時間的問題即將得到解決。川普要打這個仗，有2個環節要解決掉。第一個，通膨不能發生，所以他讓你荷姆茲海峽對石油一直也逼着游過去的，通膨壓下來100塊美金左右或以下，第一個要做到了，對不對？然後美國國內沒有抗議的，然後第二個，軍費怎麼辦？這裡花了300-400億美金啊！對啊，這個錢誰給？當然是這些中東凱子給。中東凱子給，當然是凱子給錢嘛。所有這能報賬嗎？阿拉伯國家，你聽我講，阿拉伯國家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好，錢小事一樁。什麼伊朗新建，什麼重建費用，伊朗什麼賠款，我跟你講，這個通通不是問題。不會是美國人拿錢給他，美國沒這回事，你阿拉伯凱子拿錢給他嘛？所以這整個的政治的運作早就開始了，只是今天它有一個突破，它突破的表面上看起來就是說，革命衛隊它是一個整個很強的一個軍事系統，可真正主導這個政府的還是他的總理的外交系統在運作。對，談判是外交系統在運作。可是不擔心說他現在什麼分成31區，然後呢，現在各個山頭都有自己的飛彈，都有自己的部隊，他們可以各自為政。然後呢，我今天就像唐朝藩鎮割據一樣，我地方部隊不聽你中央的啊，沒有這回事，沒這回事。當然沒這回事，你要不要發薪水嘛？那錢在誰手上嘛？
對不對？誰拿到誰是金主，誰是老大嘛？那這個政府的經費現在是誰在給的嘛？所以他荷姆茲海峽先給你幾百億美金的發錢嘛，然後你石油可以繼續賣嘛，然後中共繼續賣他的這個，繼續付他的人民幣。對，所以伊朗的人的政府的收入跟伊朗人的老百姓的生活如常。如果你看到最近的伊朗在德黑蘭這些有些地方的照片的話，那個一樣啊。对，这個照樣過，跟平常生活一模一樣，完全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而且最重要，我昨天講一個概念，它那個整個作戰的能量在降低，它的精確度在提高，對，表示它的整個的量級已經在降了好幾級了。那這個目的何在？他說繼續讓它發揮，讓它打。那打過去啊，一看到說，只要伊朗一動手，馬上美軍、以色列聯軍立刻會反攻，把那個基地摧毀掉，對不對？最近沒有這種消息啊，在兩邊搞來搞去，搞了半天哦，談判嘛。那我還有一個，我最近看過一段資料啦，在形容伊朗人的本質。伊朗人有個特質，你知道嗎？伊朗人談什麼都好，談到錢啊，我跟你講，通通好商量。伊朗人啊，視錢如命，真假的？他什麼樣都苦日子過得沒關係，你只要給我錢就可以。所以這個一定是鈔票先擺平了，對，他這個整個政府拿到錢了，他的人民的痛苦的是日子可以解決掉，所以這個停火是第一波的開始，後面那些條件跟談判啊，其實川普根本無所謂，你只要讓我能夠回家，美軍撤退，而且他的條件剛剛施宗講得很對，是委內瑞拉條件啊，委內瑞拉是什麼條件？是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代理權，對，油的代理權。我做 broker， 貿易公司，他做商業部分啊，那主權他完全不碰到哦。我只是做我做 trading， 商業部分很單純啊。第二部分是什麼東西？投資，大筆投資。所以我要進到裡面去做重建。對，所以他說那是重建後面的東西。那他掌握的什麼東西？他掌握的石油，好像現在不得了了。他現在把中東的油源全部掌握，他現在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跟天然氣的整個主導的大國。對，他只有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把綠能全面的推翻掉，讓他恢復到美國的優勢，就是石化，就是回到石油的時代，回到石油的時代就是川普的時代。对。那这不跟你，那你那些搞個太陽能、搞風能的那些東西，他理都不理你。所以他一搞，他現在已經變成回到全世界的第一霸權，這個地位已經確定了。那這個基礎情況之下，我請問你，他今年年底的期中選舉會不會有困難？當然沒有困難啊。你剛剛講到說，是不是習近平之前很重要？不是只有習近平關係伊朗。全球端都關係伊朗，包括我們家的小賴都關係伊朗。這個玩意不解決掉，我頭都昏了，你知道嗎？台灣的油源、台灣天然氣怎麼辦？對，台灣天然氣就2個禮拜到3個禮拜的庫存，你如果一搞的話，這個停電，對不對？所以這個是川普，如果這個順利發展下去的話，他當然打個大勝仗，而且所有的經費全部是由阿拉伯凱子負責買單。好，不過廷輝剛才講到，我現在是特別在川習會之前，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搞定，也就是川普搞定了這個伊朗，我已經搞定委內瑞拉，我又搞定伊朗，接下來是古巴，接下來又是北韓，又是俄羅斯，這個真的是劍指中國，就完全把中國給包圍了嗎？對啊，請問中國有什麼籌碼？沒有嗎？中國是很重要的石油進口國呢。他不是說他打了電話就把這個事情給擺平了嗎？他不是說他最後的贏武者嗎？中國常常打嘴炮而已啊，他能做什麼東西？他有派兵去嗎？沒有，他有派任何的什麼實質的東西去幫助伊朗或是幫助波灣國家嗎？沒有啊，完全沒有，被人家看破手腳啊。所以現在不是關鍵是習近平能不能跟川普談的問題，這現在習近平是錯了蛋的原因，是因為川普接下來開的條件，他能不能吞得下去？因為接下來的川習會哦，川普絕對不可能兩手空空從中國帶回什麼2串膠回到美國去，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從習近平那邊拿到更多東西，而那個東西呢，絕對不是什麼買大豆啊、買波音飛機啊可以解決的事情。因為那個東西呢，對川普來講的話，他認為你本來就要買的。你本來就要買，你怎麼可以拿本來要買的東西來跟我談判呢？你要買900架的波音737飛機，你要買我多少噸的大豆，買多少的玉米，這不算數，這不算數，因為本來照道理講，你也本來在這我第一任任期就要買的，只是你食言，然後現在你要買的東西就是你本來就是我要賣給你的東西，怎麼可以拿我要賣給你的東西拿來跟我談判呢？所以
川普一定有跟習近平要更多東西，而只是我們目前可能不知道在要什麼東西而已。但是當你整個全世界，包含中東、中南美洲，整個你看到巴拿馬也是被美國完全控制啊。然後呢，接下来委內瑞拉、伊朗，整個中東破壞國家被美國控制情況之下，中國有什麼東西可以跟美國談？我現在還在幫習近平思考當中。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當荷姆斯海峽的危機看到了曙光之後，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我們看到全世界股票都大漲，你看到杜拜真的興奮死了。台股當然也不例外，台股今天大漲，這個大漲是我們有史以來的第2大漲幅，是從今天股市大漲，大家都很開心。可是我剛講了，這個大漲中間也有一些玄機，因為這個漲的股票，它等於說跟美國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沒錯，因為這個荷姆斯海峽或是中東危機暫告一段落，哇，今天的亞股呢全面都大漲，韓國還漲到熔斷啊！那當然，台灣今天也是大漲，台股今天最後呢漲了1531點，是史上第2大漲點哈，漲點第2大，第1大是去年呢在川普對等關稅之後的4月10號漲了1600多點，所以事實上這個漲點是相當的大。但是今天的期貨漲點呢是史上第1，今天期貨是史上第1的這個大漲點。那其中裡面來說的話，外資今天買了1177億。他之前不是賣嗎？對，之前3月賣了很多，賣了8、9千億，今天就買了1000多億回來。然後今天的台積電漲了90塊，然後帶動幾乎股市大部分都上漲。而且今天比較誇張是什麼？今天比較誇張是千金股全面都大漲。而且你剛才講，台灣本來就是，我的本質真的非常強，是我的本質非常强，而且我剛好就在站到整個未來 AI 的主流，我 AI 主流上面本来我就要一飞冲天了，对，之前被壓着，现在這個壓的蓋子拿掉，就衝上去了。對，沒錯。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這個整個今天上漲的這個狀況來說啊，事實上還是老話一句，事實上都是跟美國或是跟 AI 比較相關的一個狀況。也說今天漲的這個股票裡面，譬如說像股王這個信驊，它已經1000多塊，今天還亮燈漲停，1萬多塊，漲到1200多，12000多塊，一張股票要1200多萬。那股後呢也對1200多萬，股後也是漲停板，很多千金股都在大漲。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都短時間之內，他們都跟中國切開。譬如說像股王，或者說台灣很多的這個什麼測試、台積電很多供應鏈，實際上都是跟這個供應鏈重組之後呢，因為他們完全訂單都是灌到這個地方。對，因為為什麼？過去在這個供應鏈沒有重組的時候，台灣是必須要跟中國很多供應鏈互相競爭的嘛。但是現在在 AI 商機裡面，很多不需要。你說我們現在做獨門生意，很多因為美國一定要求說，你賣到美國的 AI 產品或者很多 AI 需要用的東西，你不能夠用中國供應鏈啊，那你要用誰？那只有台灣有嗎？目前為止只有台灣能夠做，只有台灣有。對，所以我們就講，像台灣的很多供應，像什麼很多元件啊，那韓國就專門在漲低潤，但我們還有很多啊，像今天漲的股票裡面來說，像什麼 PCB 啦，什麼 ABF 啦，或者散熱很多都台灣。那他們的供應鏈，他們也很少會去大陸，他們現在的供應鏈都到哪裡？都到東南亞、泰國啦，或者越南啊，很多地方。所以實際上就是所謂非紅供應鏈重組的這個狀況，甚至是因為呢，我們就講，因為現在呢，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中國還在美國的供應鏈的時候呢，像譬如說庫克他用的方法就是他壓榨，同時讓中國供應鏈跟台灣供應鏈互相競爭嘛。但在黃仁勳的這個供應鏈裡面沒有這回事，對，因為現在錢呢太好賺了，那台灣已經跟黃仁勳達成這個協議了嘛，綁在一起，黃仁勳可以給你議價，所以為什麼他們都一直那個產業升級？反正你賭我，我賭你，大家產業升級賣得越來越貴的時候，大家一起賺錢的一個狀況。所以才說，事實上這個是因為台灣的產業已經出現了一個質的變化，所以你看今天漲的股票反而都是我們那過去股市裡面都是漲那種什麼這個雞蛋水餃，沒有啊。今天漲停了很多都是千元股在漲停，越貴越漲，越貴越漲。那告訴你什麼？告訴你這個多頭氣氛其實還是蠻強的，多頭還是掌握整個發球權。好，所以這些現在等於說台灣完全是站在這個主流潮流這上面，潮流這上面就拼我們的技術。現在就妙的是，以前都是殺價，拼 cost down，拼價格，现在拼的是技術，而且拼出的變成，而且台灣現在中間有很多是獨門生意。是的，我們來看今天上漲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就是第3座護國神山出來了。第3座，我知道第1座就是台積電，第2座也叫台達電，第3個也湊巧叫台插電，什麼？就是我們熒幕上這個台光電。過去的從來沒有人有想過 PCB 有股票3000塊，3000塊是什麼一個概念？300萬
一張股票，那到底為什麼它可以？老實說，過去可是中國的 PCB 不是一個比較低階的產品嗎？過去中國的 PCB 並不弱。我們講以前中國的3大，包括盛虹，包括富士電，也包括當初 PCB 市值最高的鵬鼎，都在中國。他們跟我們做殺價競爭的產業，但是有 AI 以後，這個事業變成我們的獨門生意了。那這個獨門生意它到底難在哪裡？我們先從這個3000塊的台光電開始說起啊。台光電是目前唯一獨家受到 M10 認證。寶傑可能只覺得 M10 這個數字，我要講給大家一個好易理解。這是手機，我手機不是最新，是上一代。這16年來，你知道 M 整個也是台光電做的哦。對，整個iPhone 是從 M2 一直到 M4，16年來哦，台光電也在做 iPhone 的铜箔基板，只升級了3代。這個 AI 伺服器5年，就5年。從 M6、M7、M8、M9、M10， 寶傑聽得懂嗎？1年它就要換1代銅箔基本的上游就是銅箔。很多人說銅箔要壓得非常細，要壓得非常平，所以可是我說要壓得多平，寶傑一般人可能很難以想象，所以我舉一個大家都聽得懂的比喻 ：M6 就是你家前面的馬路 ，M7 的平坦度要到忠孝東路 ，M8 要到高速公路。N9 是什麼 ？N9 要做到飛機跑道的平整度啊，那到 N10 呢 ？N10 是要做到航空母艦的平坦，所以就每一个的平坦度，它要平坦到不能再平坦，而且还要足夠電力的延伸性，所以它怎麼辦？它要反覆的壓合，反覆的運作。過去年金居台多少錢？你知道嗎？不到40，現在漲停267.5。所以我就說，我們不是。天救自救，除了在一中一美的框架底下，我們的技術含量也越來越強，甚至來講，很多人講那個玻纖布。可是你說這個 M1到 M2，這個中國做不出來嗎？第一個來看的話，中國在很努力的在做，所以甚至來講，我剛剛講的中國3大 PCB 廠，盛虹、富士電，還有這個鵬鼎，結果唯一跟黃仁勳吃到飯的人。就只有盛虹，因為它是唯一一個有幾例，所以你就知道了，在一中一美的這個藍圖底下，我們本來就具有很大的優勢，所以他拿不到那個最先進的訂單。如果我只能做到 M4，你叫我去再花錢去做 M6，做 M7、M8、M9、M10，我沒有訂單就是沒有訂單，我沒有訂單，我努力做這麼多，我只是賠錢而已。是啊，我因為沒有人要用這麼高規格，為什麼黃仁勳可以用？剛剛這個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您知道什麼？我們每一個人提升的效果，在黃仁勳啊都是不值一擲啊，因為黃仁勳賣你400萬美金，毛利率75%，你本來 PCB 10塊漲到15塊，哇！要是 Apple， 庫克早就下去罵你了，你不給我跌到9塊試試看看。可是黃仁勳不是啊，10塊、15塊、20塊也沒關係，而且因為我先付錢，是定金先我的泵表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泵表。可是就在這個時候，造就了台灣的一個 PCB 的一個起飛，所以我覺得從 AI 伺服器板這個邏輯開始做一整套的，包括銅箔基板、鑽針、玻纖布，這整個領域就會是我們的護國第3座神山。好，所以剛剛講到的這個微良，今天這個早讓我有點驚訝，是我們昨天不是談到說哦。面板，我們以前講2兆雙星、2兆三星，面板跟這個記憶體都很慘，就沒想到這2個都活過來。活過來以後，剛剛講的 PCB 這些東西，你就覺得，這以前這個 CCL 以前都是這個都是基礎的，現在也爆紅。包括我剛剛講的，包括現在 PCB 這些東西，台灣好像是全面都爆發出來了。是其實講到面板雙星這應該也是很多台灣投資人的血淚史了因為過去呢，其實曾經面板的雙虎領軍大賺。但是現在其實他們多數的時候是虧多盈少。那畢竟呢，就是說現在面板產業就是直接要面對中國的產量更大、成本更低的挑戰和威脅。所以其實現在呢，很多國內的面板廠商以及他們相關的協力供應鏈，大家都很想要呢極力撕掉這個所謂的面板股的標籤。因為一來呢，大家可能會把他們的評價壓很低；二來確實呢，在他們的一個新領域當中，也花了很多時間去耕耘。我們看到像今天為什麼面板股啊，或者說一些呢，他們周邊工業出現了一些反彈上漲？最主要是今天剛好登場就是一個所謂的 Touch 台灣展覽。我們呢透過這個線上平面大家看看這個展覽，其實很有趣對，最明顯的我們講的一左一右這個2大攤位、2大門神就是群創友達。
對，這表示什麼呢？他們就是想要告訴大家，我真的有轉型的企圖心，並不是說這兩家公司大公司財大氣粗。其實因為他們過去幾年，老實說沒賺什麼錢吶。對，就是我一進來碰到2個最大攤位，一個友達，一個群創。對，那我們跟大家講，因為剛才講攤位這麼多，你租攤位要不要錢？要錢，要錢。你攤位要越大，錢越多。对，你的 location 地點越好，主通道附近那其實人潮是越聚集的。所以我覺得呢，這2家公司雖然沒賺什麼錢，但是他就是要砸錢跟大家講，我就是在轉型。對，好，那另外來看的話呢，在這個主要通道旁邊我們看到幾個很有趣的，包括呢，像有智勝集團，他們有3家公司智勝還有君華在右邊那邊這邊智勝、君華還有東捷。這3檔股票今天全部亮燈漲停板了在他們對面的還有大盈微在左邊，他們大盈微今天呢也亮燈漲停板。你會發現，因為剛好這幾個攤位都是呢，大家應該比較能夠看得到的，所以就代表就是剛才講，假設我們以投資的角度來講啦，這個你越看得到的，就代表公司的企圖心是越強。這個就是尋寶的地圖。那當然，半開玩笑說了，有些字真的小到觀眾朋友也說，那什麼公司你看不到的，我認為你大概不用理它了啦，除非少數那真的叫做街邊美食啦，隱藏在巷弄，有一些老店很厲害我就是不用花大錢，我開在巷弄裡面，照樣有客戶專門來找我這種是屬於少數的特例。不過我覺得整個參展的重點其實剛才講到轉型。我們舉2檔股票、2家公司為例子，就看到他們轉型的實力，都是很懂得怎麼樣去研發光，怎麼樣來玩光的公司。其中一家呢叫油田，對，那油田呢，其實它過去主要呢就是在這個 AOI 的光學檢測設備，但是呢傳統的一般的 AOI 呢，它就是用這個可見光，所以呢這個現在就比較不適用在我們講先進的半導體製程。對，因為呢半導體跟以前的 PCB 製程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它用到的光阻劑的種類非常多。那一旦呢，你有殘留的光阻劑，馬上就影響到良率。对，所以呢，它的獨門的就是熒光檢測這個技術它是能夠呢去針對各種不同品牌的光阻劑，它有相容性。它是獨家嗎？对，它是獨家的，這有專利的。所以它就能夠呢，所以台灣有很多這種小獨家，沒錯。所以現在呢，它就從這個 PCB 的領域轉到半導體的先進封裝。那其實看起來整個毛利率就開始往上。對。那另外一家公司呢是精彩科技。那其實最近它的業績也很精彩，光是前2個月的營收跟去年同期相比，它成長了將近6500%。吃到誰的訂單呢？原來是大客戶台積電。那因為其實台積電過去呢，主要是用呢日本廠商的白光的設備，但是現在同樣的問題來了，像現在今年的 AI 晶片主流就是 Rubin 系列，它必須採用台積電的 CoWoS L， 而且是第2代的設備。這個 CoWoS L 呢，相較於 CoWoS S 或 CoWoS R， 它其實就多了一個矽中介層。可是你遇到高溫烘烤的時候，就會有翹曲的問題，所以呢，在上面又要再加一層載板。那同樣呢，因為是矽的材料，所以白光就無法穿透。那我們剛才講嘛，精彩科很會玩光，所以它的紅外線 IR 量測技術能夠穿透這遮蔽材質，或者說例如就像比如說背面不是透明的晶圓，那這個其實它就能夠穿透。另外它就是能夠精準去做量測，做到這種微米等級的包括裡面的內部元件與它的孔位位移，這個就能夠精準量測。那在整個生產先進封裝的過程當中，就可以解決掉良率不佳或翹曲的問題。對，我們剛才講的現在就是。其實接下來最大的就是當川普把這個伊朗擺平之後呢，最重要是什麼？我今天的川習會之前呢，那國民黨就搞了一個政習會，等於說我們昨天也講了，他就要拿鄭麗文的嘴巴去填這個去塞川普，就說，你看中國國民黨台灣最大黨都這樣做，可是這樣子看起來變得很尷尬，是因為現在鄭麗文去。結果旁邊小貓2、3隻，而且你現在要跟台商吃飯，就你會發現你在台灣是什麼樣的台商，你在那邊是什麼樣的台商，一比下高下立判。對，你知道嗎？現在今天最大的新聞是什麼？重慶的遠東集團的這個百貨公司關燈了，熄燈了。為什麼？他也開沒幾個月，然後就熄燈了，做不下去了嘛。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它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糟。对。然後我們的台商在那邊來講，在川普2018年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時候，第1波、第2波、第3波，能跑就跑了。而留在台灣很大，收購百貨在台灣是龍頭就你在重慶活不下去了。是啊，他既然他也活不下去，所以你在中國大陸來講，台商沒有什麼太多利得。就算你有利得了，早就被陸商整個取代掉了。所以什麼意思呢？其實鄭麗文去這一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台灣的經濟利益去的，
這一趟利益就是迎合習近平的政治謀算。什麼叫政治謀算？其實對習近平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他其實其他都不管，他甚至於討厭商人，他甚至於對商人來講，因為商人跟他官員都勾勾搭搭的。這種情況之下，我好不容易貪污反腐下去的時候，結果呢？你看這幾年抓到都是誰？抓到跟國民黨有很多關係的，以前江澤民體系的、胡錦濤體系的這些相關的這個所謂的官員、商人，然後整個抓起來的時候，發現說裡面有很多國民黨人。所以現在很多國民黨，對，很多國民黨，很多在中国都被抓的很多人是國民黨人嘞。所以這什麼事情？鄭麗文去根本在經濟上面沒有辦法做到利得，但是為什麼他要用一個經濟的借口來掩蓋他的政治圖謀？所以現在呢，他去，然後鄭麗文是用經濟利益沒有錯，他去了之後呢，習近平其實要的就是跟鄭麗文之間的政治上的一個結果，對不對？可是今天晚上講說，那對鄭麗文來講，他在台灣，你又把整個選舉搞砸了，他還能夠活嗎？但他不管台灣的選舉，他不管台灣選舉，他只要有一個。你说習近平現在已經不在乎台灣選舉，他不在乎台灣，他只在乎台灣有沒有他的代言人。是，也就是說，他能夠直接叫得動，能夠直接命令的，而且能夠聽他的話的代言人。而其他的，他其實不是他的眼界當中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來跟我習近平談生意，要跟什麼呢？他不是。今天不是，今天國民黨去的目的其實就是跟共產黨之間在政治立德上面，他們想要得到這個東西。對，否則來講的話，你只要政治框架一框下去來講的話，台灣所跑不出去的，這個就是他們所要的東西。所以今天鄭麗文去，你看到說，大家在罵說你跟台商有什麼呢？你跟台灣的經濟有什麼貢獻？其實說真的，對他來講，對習近平來講，這根本就不是重點，重點就是說有一個台灣的政黨的，而且是在野黨，而且是最大立法院的在野黨的這樣的一個領袖來跟我談，那這時候他想要講的東西，也不是對鄭麗文講的，他講的東西是對全世界、對川普講的。好，對，吳董，我今天聽到有個形容說，今天鄭麗文去中國有點半套馬嘎爾尼的行程，也就是你要北上面聖，然後你今天就要做一些橋段，在南邊走一走，再到北邊去。北邊去以後，他剛剛講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他有一句話。他說是王滬寧的邏輯，王滬寧以前曾經寫過要在美國反美國，他現在又把這一套放到台灣來。從這一次鄭麗文到上一次的國民黨主席去參訪，這次間隔的距離了10年的時間了。但10年中間發生什麼事情？10年的中間呢是民進黨執政哦，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之下，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所謂的這種反滲透法的處理。跟相關的這些對所謂的匪諜的工作，就抓匪諜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多，而更重要的就是說，整個的兩岸交往的基礎整個基礎的理論已經開始改變了。我們的理論很簡單了，就是賴清德總統講的，也就是我昨天在這邊提到的，要以實力為基礎的為爭取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對。那如果這個理論如果確定的話，那是什麼基礎？就是很簡單嘛，就是購買武器嘛，對，然後我們的經濟建設嘛，就每一項都是要以對抗為基礎的態度出來了。那你現在10年之後才出現了一個鄭麗文，那你什麼時間才能夠變成一個更具有更大的這種話語權的力量？因為我最近看到了有一個段子，我覺得講得很有意思。他說：“你拿槍，我也拿槍，我們倆就可以嘛坐下來談法律。如果你拿刀，我拿刀，我們倆就可以坐下來談規則。”如果你沒有拿東西，我也沒有拿東西，我們倆坐下來談道德。可是如果你有拿刀，我什麼都沒有，你去幹嘛？你講的就是真理。然後呢，如果你拿槍，我什麼都沒有，這代表什麼？代表你不但是拿把槍，你不是拿武器，你拿的是我的命。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最基本原則，就是我也有實力啊。從今天的伊朗來講也是這樣啊。伊朗你沒有實力，你根本沒得談吶。應該這樣講啊，就台灣對這個。在中美關係中間扮演這個角色確實是一個關鍵的角色。美國沒有台灣的晶片的情況之下的話，它確實可以無法阻擋中國的科技的進步，這是不錯。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沒有台灣的晶片的話，它還有沒有存活的能力？還是有的啊，只要落後一點。那落後完了以後，真在軍事上來講的話，會產生這個不平衡的漢格嗎？會有，不是很大。你看到這一次的伊朗跟美國的戰爭的方式來講的話，那個兩個科技是不同的代疊的，但繼續打得那麼慘烈啊，
對，所以軍事上是一件事。所以你剛剛提到一個台灣的重要性，就是變成我剛剛提到灰色的作戰，或者也就是中共所謂的統一作戰。這個統戰跟灰色作戰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它是用滲透，它是用經濟，它是用各種非安全的議題而造成要達到它的目的。那美國懂不懂這個道理？懂啊，美國當然懂啊。美國在台灣的這個力量的這個投入也不遑多讓在亞洲的這個整個美國對這種所謂的情報的資源的投入可能是第1名的國家是在台灣這個你不要小看台灣的。你說他在台灣的滲透比你在日本、比你在韓國還要來深。他在台灣的布局，對反滲透或者進入下一步的情報工作的這種積累，因為他最重要的國家是哪個國家？中國。中國嘛，那當然所以他的情報工作的訓練也好，收集也好，包括人員的等等。當然最大的地方在哪裡？當然在台灣嘛，因為有語言的關係嘛，所以台灣對美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那相對的，你看這次曾麗文去是代表什麼？代表了中國也想要打台灣牌，那打給誰看的？川普看，打給川普看的嘛。所以美中都要爭取台灣牌，這是一個已經存在的事實，但爭取的態度跟方式不一樣嘛。那個中共是兩面手法嘛，但美國是不一樣，美國是賣軍火嘛，做生意嘛，所以可是台灣的重要性，台灣被爭取的這個必要性，事實上是存在的。對，我們剛剛講到，當這個荷姆斯海峽危機告一段落的時候，這個台股大漲是歷史裡面第2大的漲點。可以說下個禮拜非常重要，因為下個禮拜有台積電的法說會，很多的重要的法說會都南亞科的法說會，這個對台灣的股票更明顯。是的，因為等到消息落定以後，大家就要來看基本面的變化了。而法說會就是一個重大的一個基本面的一個表態。禮拜一就開始是南亞科，我們把股票分成2個邏輯，第一個叫做強恆強，第二個叫弱轉強。而剛好南亞科跟台積電就代表了2個形態。南亞科是近來台股最弱的一檔股票，整個低潤其實現在打第2隻腳，所以它能不能開始反弱為強，就看這次法說。而它搭配的是什麼？3月營收創新高，單季的獲利好得不得了。我們要知道，三星的大漲就是靠低潤，對，所以國際上的低潤如果都開始反彈的話，我認為記憶體族群很有可能就趁着下周一南亞科的反彈的勢，開始了弱轉強的格局。那至於強很強，記憶體也有可能上去了，對，就開始弱轉強，就是沉寂一段時間。是。那第2個叫強很強，強很強最強，但是我們的這個事實王台積電啦，台積電也要再度挑戰新高的一個位置，還要挑戰新高，2000元其實就是上一波的一個高點。我認為目前來看，大家考慮2件事。第一，现在的財報都是好的，因為匯率，我們知道我們的3月底的匯率比起12月的匯率條件非常好，所以會造成我們什麼？第一，本業的毛利率提升，因為我們是用美金報價的，所以我們的毛利率上升了。第2個，我們的匯率是好的，所以我們有業外的收入進來，所以這個獲利的狀況會不錯。台積電現在預估這個外資的說，毛利率會到65%啊，對，65%，這個是台積電竟然最傲人的一個數字啊。那另外一個，剛剛吳良也講了，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什麼？設備股，因為台積電會公布什麼資本支出，所以可以看到台積電的設備股，而且這些小，剛剛提到了。有41家公司是千元，但如果你細細的品嘗，將近有一半都是台積電的設備股，所以由台積電現在已經開始進攻，強很強，就是由台積電這個梯隊帶領的小型設備股、帶領的轉型設備股或者帶領的特化材料股，這些都會是下周弱轉強、強很強的重要指標。所以說，台積電如果自己強，不是自己強，它是整個艦隊都往前帶。是啊，這鬼高霸占一起往前走。所以對我們來講，台積電的這一個神山，它不止它會創造不是神山，是群山效應，包括的這些設備、耗材，我說過無數的這些高價股都會跟着他們一起匍匐前進。我都沒有想到台灣現在有這麼多家的千元股，而且漲的都是千元股啊！是的，因為什麼？第一個是籌碼面的關係，因為千元的股票一般的散戶比較難入手，所以反而讓這個強很強的局勢能夠提來。第2個，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